两个解决方案，你会选择哪一个呢？之前的视频里面，我们聊了找工作以及转行 UX/UI 的话题。有观众留言想听听我们在德国面试的经历。OK，没问题呀。接下来几期视频，我就来说说在德国面试3家公司的 Junior UX Designer 的经历，说一下我学到的东西，分享一下我踩的坑。之后我还会做视频，讲讲我工作后面试别人的经历。正片开始，首先来聊聊我目前经历过最漫长、最复杂、最繁琐的面试流程，是在 Holiday Check 面试的经历。Holiday Check 是一个让人订度假套餐的网站，用户多是德国人或者瑞士人，他们钱又多，假期又多，要出去旅游，那直接订整个套餐咯，当中包含了机票、酒店、租车、餐厅等等，省时省心。扯回面试啊，我投递完申请材料之后 ，HR 觉得我的材料符合招聘启事上的要求，就给我安排了一场德语的电话面试。这是第一关，聊了简历，简历上写了自己过去的经历啊，我会哪些技能啊，我会哪些软件。我的简历是乐乐帮我做的，以后让他出个教程吧。和 HR 聊的还是比较皮毛的，他也不是专业的，我们只是简单走个流程，对了一下简历。接下来便是第二轮的 Skype 面试，面试我的是 UX Lead， 是个美国人，我们是用英语进行的面试，主要还是聊我是谁，我会干啥，为什么要从工业设计转到 UX Design？ 我说自己是一个 User Center 设计师，所以觉得 UX 适合我，并且互联网的发展前景更好。我有自信说自己是 User Center 的设计师，因为我的工业设计作品集里都是从用户调研开始，并且从用户需求出发进行设计的。有趣的是，和 UX Lead 面试完之后，我还要接着和客服团队的工作人员面试。说是面试，更像是让我提问了解公司的环节，比如公司的团队架构啦、客户群等等。Skype 远程面试通过之后呢， HR 就给我发了去公司当场面试的邮件邀请，邮件里写了下次面试的流程，同时也把那些面试官的名字放进了 CC 里面。我就顺藤摸瓜，在 LinkedIn 上搜了这些面试官，摸了他们的底。第三关来了，在公司面对面一整天的4轮面试，简直像是马拉松啊！第一轮用英语和2个设计师面对面聊，第二轮用德语再和另外2个设计师面对面聊，第三轮已经是中午了。来自美国的 UX Leader 说：“走，我请你吃饭去吧。”边吃还边唠嗑，我还以为是唠家常呢，但聊着聊着感觉不对劲了呀，不对劲了呀，咋还是问我关于团队和设计的看法呢？啊，原来是让我放松警惕，套我话呢。实际还是在面试，是一边吃饭一边了解我。吃完中饭后，下午第4轮面试是和部门的领导聊了很多关于 business 上的事情，我提了很多问题，对公司的营业模式也有所了解。整个面试马拉松大概持续了快6个小时，这在德国是比较少见的，大概因为这个 leader 是美国人，所以会有这种搞法。好，说说我踩的坑，干货来啦！面试官来来回回问了很多问题，下面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场景如下。你好，我是 Frau Schneider 小姐啊。现在网站里有一个问题，然后有2个解决方案，一个是比较激进的，另一个是相对保守的。你会选择哪一个呢？我选激进的呀，保守的方案竞争对手也会做，那我们再做一样的，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嘛。要勇敢啊 ，mutig 不是贵公司的价值所在吗？真不是我瞎说，他们公司网站上真这么写了。瞅瞅这儿 ，Wenn du mutig bist, auch wenn es unbequem ist。面试官 Schneider 小姐听完后，先是一愣，然后表情马上就变得诡异起来，有种这小子不争气啊的感觉。现在回想，这是 what 渣渣怎么会回答的这么糟糕啊？No， 现在工作后的我，面对同样的问题，绝对会有不一样的答案。让我来马后炮一下，我会说，首先用网站现有的数据来分析这个问题，看这2个方案是不是合适解决问题的办法，然后在 User Lab 做 Quality 的 User Test， 让用户选择 A、B 2个方案哪一个更好。如果还是难分上下，下一步就会做 Quantity 的 A/B Test， 和数据分析团队一起选定 Success Metric 来作为评判的标准，抽取一小部分 Traffic 流量。在不太影响 conversion rate 的情况下，让 50% 的用户看到方案 A， 让另外 50% 的用户看到方案 B， 看他们2个当中哪个 metric 的 performance 更加好。我觉得这样的回答会是更好的答案。UX 设计师的方案对网站的影响还是挺大的，稍有不小心可能就会对营业额产生巨大的影响，所以每一步都需要小心谨慎，需要数据的支撑来作为决定的依据。
这也就是所谓的 data driven 啦。面试结束之后呢 ，UX lead 送我到门口，拍拍我的肩膀说 ：“Hey dude， 我们很民主的，所以我们要6个同事一起讨论一下，看你是不是所以我们要6个同事一起讨论一下，看看你是不是很合适。但是我很看好你啊。”2个礼拜后 ，HR 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把我拒了，说很可惜啊，他们觉得我还是太 junior 啦，他们还是想找一个稍微 senior 一点的人。一般来说，让你等2个礼拜才给回复，基本上你就是凉凉了。OK， 我们来划重点说总结了。面试的时候不要轻易回答一个问题，想想对方问你的目的是什么。2选1的问题可能并不是让你选一个答案，而是想问你在做选择的时候，你是用了哪些方法和理由。下期聊聊我在 Check 24的面试经历，对，就是那个广告歌是当当当当。想知道我又踩了哪些坑，记得订阅我们，打开小铃铛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留言、分享、点赞哦。也可以来聊聊你的面试经历，我们下周5不见不散。